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嘅。大家都知啦，中國呢係一個血緣圈子嘅社會嚟嘅。可能有一句說話大家都有聽過，就係識人好過識字。而呢一集同大家所講嘅嘢就係講一個普通嘅人有冇可能係實現到階級跨越呢？而呢一集嘅天涯神帖所講嘅就係寒門無貴子。咁寒門無貴子呢一樣嘢呢，佢所講嘅貴子其實就講，你如果係普通人，就算俾你爬到上去，你亦都係好容易會俾人拉翻落嚟啊！即係話，如果你冇家族嘅力量扶持，你大概率就會係一個普通人。你可以諗翻你新年嘅時候翻鄉下，或者係屋企聚餐啦，一家人大大小小全程，其實你冇乜實質性嘅交流啊！小朋友全部耷低頭玩手機，講嘅都係一啲好生硬嘅客套說話。呢個場景大家係咪好熟悉呢？而頭先都講到啦，中國係一個血緣圈子嘅社會，大多數競爭嘅背後都係家族力量嘅博弈嚟噶。好多人之所以好難向上突破，係因為家族嘅力量或者係能量好低啊，冇家族嘅力量去幫我哋破局。想要喺競爭激烈而又殘酷嘅金字塔頂部企穩陣腳，幾乎係唔可能噶。咁頭先都講到啦，今集嘅主題就係講寒門無貴子，可能亦都有人會唔服啦。個寒門唔能夠出到富翁，唔能夠出到貴子咩？但係其實你諗翻轉頭啊，大部分嘅富豪啊，點解佢可以白手起家？因為大部分人啊，佢都係娶咗個有錢嘅老婆，咁佢仲算唔算係寒門？有咗佢老婆屋企嘅資源，其實喺資金上邊啊，已經係叫比一般人好咗好多噶啦。所以問翻你個問題啦，係咪背後冇強大嘅家族就唔能夠彈起啦？咁其實呢個問題啊係冇錯嘅。咁我講個現實例子啦，譬如你係冇家族冇背景嘅，如果想將你喺神壇上邊拉落嚟，分分鐘能夠做到嘅事啊。佢呢度啊舉個例子啦，譬如你想毀掉呢個霍啟剛，但係你就要衡量下佢背後嘅家族勢力啊。咁你衡量完之後呢，可能你又唔夠膽去做呢樣嘢啦。因為如果查到出嚟嘅話，你係會受到一個非常之強烈嘅反撲噶。咁呢個貼文同時提到啊，話你可能會成日發現到有一個人能力平平，而且乜都唔做。但係如果你深入了解佢嘅話呢，就會發現啊，佢屋企入邊嘅兄弟姊妹個個實力雄厚，個個都能夠照顧到佢啊。喺而家呢個社會啊，你如果係想靠單打獨鬥呢種咁樣嘅有限博弈，喺殘酷嘅社會入邊勝出嘅話，呢個年代一早就離我哋而去啦。不過其實我補充多少少啦，準確少少嚟講，其實靠單打獨鬥能夠成功嘅機會係好微好微嘅。就算佢可能成功嘅，但係佢成個家族一齊幫手先能夠更快成功啊。所以而家想要勝出啦，就必須要所有嘅資源都加晒入嚟去參與博弈。其中最核心嘅資源就係家族嘅力量啦。一啲大嘅家族啊，幾乎每代都有做官、有經商，仲甚至有科研人員啊。佢哋係掌握住最頂級嘅資源，或者係最頂級嘅資訊，隨便動用部分資源，或者係用資訊差已經能夠賺到錢㗎啦。呢一啲咁嘅能量啊，係普通人啊用成世人都追唔到㗎。即係你好努力想去做到某一部分嘅背景，或者某一部分嘅成就，但係原來人哋家族已經有資源係可以做到呢啲咁嘅事情㗎啦。係開一句說話，叫老豆講一講，搭一搭橋，可能已經搞掂㗎啦。所以投胎咧都係一門學問啊。咁其實社會從來都唔公平㗎啦。咁如果你冇家族嘅力量去扶持，咁點算啊？咁你只能夠係由頭做起，默默咁打地基，啊慢慢帶出一個家族啦。其實你睇到人哋雄厚嘅家族嘅背景同資源，都唔係一代人就能夠創造到出嚟嘅啦。有一個長輩寫俾個仔嘅一封信入邊寫到啊，話老爺喺農村走到去洛陽市，阿媽就由洛陽帶到你去上海，你要帶住啲細佬走去世界。名門望族係一代又一代人嘅接力賽啊！佢話解放前人哋嘅爺爺係上戰場打江山，你嘅爺爺喺屋企匿埋食枸杞，
改革之後啦，人哋個老豆下海經商，你老豆呢就喺屋企耕田，耕過一畝3分地，而家你又係做緊朝九晚五，同你嘅祖輩一樣啊，都係揀咗個最安全嘅地方，成為一個社會嘅齒輪啊。咁所以啦，所有嘢都係公平嘅。呢度啊，同大家講個定律啦，叫竹子定律啦。竹就用4年嘅時間，只係能夠高到3公分。但係由第5年開始啊，佢就會以每日30 cm 嘅速度瘋狂生長，因為頭4年啊，佢係打基礎喺土壤入邊吸營養紮根，所以佢講到一個家族想要根深葉茂，一定係一代人入邊有人啊係突然開竅，喺能力所及嘅範圍之內選擇資源最優質嘅地段。個中國最巴閉嘅家族之一曾國藩家族啊，佢哋嘅始祖就曾經遷居去到雙鄉原居，經過200幾年之後傳到第9代，去到曾國藩家族就好似開外掛咁啦。咁呢200年啊，曾家唔係冇成長啊，而係喺度紮根啊。咁而家普通人嘅奮鬥路徑都一樣啊。家族如果紮好根之後，你就要盡可能去統籌家族入邊嘅資源，去堆積到一個自己認為最好嘅體系，然後進入周期，再利用槓桿，人性嘅槓桿，有資本嘅槓桿。總之你要做到利益最大化。而家嘅情況就係好多上一代人啊，就守住自己嗰啲嘅功勞，然後就睇乜都唔順眼，就按照自己傳統嗰一套做法去同啲晚輩指點江山。就算好似頭先咁講啊，新年能夠聚埋一齊啊，你過年啊傾嘅係東家長西家短，去講人是非，或者係一啲小事而斤斤計較，咁呢啲嘅家族其實你聚會嗰個經濟效益都唔會好高咯。相反啦，一啲比較成熟嘅家族啦，佢傾嘅係信息，傾嘅係商機，同埋有冇合作嘅可能性。咁再加上啊，本身大家係有血緣關係噶嘛，又係同一個家族啦，咁所以傾起合作上嚟呢係非常之容易嘅。本身有信任噶嘛，有啲乜嘢事可以揾到你老豆嗰輩去做一個包底，所以合作起上嚟啊，唔使再做過多嘅背景調查，亦都唔使去諗太多心思，因為有人係可以同你做一個擔保。咁喺呢一場嘅所謂接力賽入邊啊，作為我哋普通人啊，就一定唔能夠偷懶啦，要跑完自己該跑嘅路，唔好將更多嘅壓力留俾我哋後代。咁佢呢個貼文呢，就講到一啲嘅經營上嘅一啲思維啦。其實佢成份呢係叫寒門再難有貴子啦。咁個內容其實都好長噶，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聽啦。如果中意聽嘅話，可以再節錄多啲部分話俾大家聽嘅，大家分享下咁嘅。咁不過你要做成一個家族，亦都唔係咁容易啊。首先你要生仔，你要生得足夠多，然後你又要養得掂。咁如果大家有聽之前直播，我都有講啦，你生仔啊，同開扭蛋一樣噶，個仔生唔生性你唔知嘅，可能生我出嚟一開始好乖好聽話，但係後來呢就變到好曳，又唔聽你話，做乜都做唔好，亦都有可能噶。咁所以你咁樣扭蛋嘅話，你只能夠係生多啲仔仔女女咯，但係你又要養得掂喎。咁所以呢，佢哋啊最理想最好嘅方法就係做家族之間嘅聯姻，會有一個情況就叫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咁樣大家嘅家族勢力就可以通過婚姻呢一樣嘢綁埋一齊，然後做到一個槓桿啦。咁所以對佢哋嚟講最保險嘅方法就係生多啲仔仔女女，然後去做呢啲咁樣嘅結婚動作。當然啦，你自己都要有一定嘅水平水準先能夠做到一樣嘢嘅。如果唔係咧，係你窮嘅話，你就高攀咗人，然後人哋窮嘅話，可能你又覺得佢拖累你。呢個世界上啊，冇咁多電視劇嗰一種嘅灰姑娘嘅故事嘅，大家都係好現實嘅，甚至乎佢結婚呢，都只係為咗生仔，生幾多個仔，然後就去做翻自己家族應該要做嘅事。好啦，咁今集嘅天涯神貼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咁當中嘅內容大家有咩想法，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